Hello，大家好，我是伟轩，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我们在上个月经历过一个比较动荡，然后充满改变的月份过后我们11月就是乙亥月又会迎来怎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这个视频就一起来了解一下3个你需要注意有关乙亥月的事情啦。那首先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乙亥。乙呢是属阴的木，那亥呢里面是有一个壬水，那壬水是属阳的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关系呢是相生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会说这个11月份这个水跟木的能量呢都是比较强烈的。那我们要以一个图像、一个形象来理解这个月份的话，可以看到是海洋里面的海草，乙木是一些比较柔嫩、娇嫩的植物，壬呢是海洋，所以呢它好像海里面的一些植物啦。所以这个月份的能量就好像在经历过了所有的变动，那些本来很坚硬的、很固执的、很不愿意改变的东西都被改变过后呢，我们的能量又回到了一种很流动、很多变化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份第一个你需要留意的事情就是这种很漂浮、很浮沉的这种感觉。那我相信大家在生活里面有时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你们在经历过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一些重大的转变过后，你们会有一段时间感觉好像比较没有目的、比较散漫的一个情况啦。那这个月份呢，就好像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啦。而且我们这个月份呢，也开始接近年尾了，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也会感觉比较放松一点，比较散漫一点。因为可能很多人呢开始在安排一些旅行度假的计划，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又是一个冲刺的时刻，因为我们已经是到年尾了，我们还有很多目标、很多业绩要达到的话，就会特别的忙，就好像我这样子啦。我们快就要迈入到2025年了，所以呢，我也在忙着拍很多这个2025年的视频啦。所以呢，我在年尾的时候都是特别的忙啦。但是呢，这个月份的这个能量还是会影响所有人啦。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是处于要冲刺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呢也要比较留意这种让你想要散漫或者呢比较不能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尽可能呢让自己处于一个可以应对的一个节奏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要冲刺、在忙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了那个节奏。可能呢，我们要好像100米冲刺这样子，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是一个长跑，是一个马拉松。所以呢，你跑了100米，你用完所有的力气、精力、能量去做，但是你后面的那个路途你就没有力了。OK， 所以呢，你这个月份的话，尽可能呢让自己比较 pace out， 就是你的节奏呢不要这么的紧凑，你还是在完成你的工作，你要完成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要一下子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耗尽你所有的能量啦，那你很容易呢就会进入一种 burn out 的状态啦。那再加上这个月份的这个能量的话，可能会让你更加的得不偿失。好，这是第一个你需要留意的事情啦。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月份有的吉凶星又会是如何啦。那吉星的话，我们有龙德、紫微、红鸾，还有学堂。那这4个吉星基本上都是来辅助你、帮助你去拿回那个主导权，去改变或者去解决问题的一些吉星啦。那凶星的话，反而呢是另外一面的一个故事。你可以看到有官府、报拜、天恶、王神。那这些呢，都是一种，如果你是让自己处于消极、
一种不进取、不采取行动、不愿意改变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你很容易呢就会陷入这个凶星的情况里面啊。那所以呢，这个月份的吉凶星啊是蛮有趣的啦，因为它刚好呢回应到上个月份的一个情况。上个月份我们谈的是主导权的争夺，对吧？是一种对抗。那我们在对抗了1个月过后，我们呢就好像各自回到去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双方无论是谁赢谁输都好啦，我们都要去主导回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那如果你不能做这个事情的话，你让自己呢陷入到一种比较消极、不进取、不愿意接受改变的一个情况的话，你这个凶星就会被启动起来，你就会感觉我在经历一个爆败，你人生都是一个失败，那你会有很多的情绪负面的情况都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尽可能不要让自己呢去启动这些凶星啦。好，这是第2个需要留意的事情。那第3点呢，我就做一点的总结啦。因为我们这个月份呢的水跟木的能量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它是代表一种思绪、一种情绪的流动都比较容易产生。其实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去进行反思、去进行总结你今年呢做过的一些事情，还有呢你要怎样做得更好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对我来说如果你的工作在冲刺、在繁忙之余呢，我觉得你也要做一点的 grounding， 就是让自己回到当下，回到这个时刻的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什么呢？通常就是静坐冥想或者呢只是让自己去外面散步半个小时都可以，就是完全没有手机、没有其他的干扰的情况，就是只是让你独处的一个时间，让你去思考，让你去反思，让你去重新好像总结过去这一年你所完成的事情，还有你所没有完成的事情，你都去做一个思考这样子。因为这个月份的这种流动性的能量它是有好跟不好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它会可能让人呢比较散漫，比较不能集中。但是好的呢是你的更多的思绪、你的情绪呢都会比较流动。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要懂得怎么利用这个能量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最好可以利用的方式就是做一些反思、思考、静坐，甚至呢去重新调整你的这个能量，去释放掉你这一年累积下来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那这个月份呢都是适合做这样子的事情的啦。好，那以上呢就是3个你们需要注意的在这个乙亥月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那下一个部分呢，我将会针对10个日主他们在这个月份可以制定的一些策略啦。那当然你先要懂自己的日主是哪一个啦。那我已经拍了一个视频呢，大家可以去看，教你怎么找日主，然后这里就不重复。好，那我们事不宜迟来进入。首先第一个呢，甲木这个月份进入的是劫财还有偏印的月份。那甲木你们这个月份的这个散漫或者被分散集中力的一个情况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你的竞争对手，或者呢你的同行或者你的同事。因为你可以想象甲木在这个月份就好像一棵树长在一个沼泽林里面，因为水很多嘛，然后植物呢也很多，所以呢它就会变成是一种很茂盛、很繁华的状态。但是呢，对一个甲木来说当它水太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情况
或者呢其他的植物太多的话，也会造成一些问题。那主要的问题啊，就会觉得它养分不够，它不能集中，不能很好的去专注在自己的成长或者他要完成的一些事情上面啊。所以呢，你们要做的是啊，这个月份尽可能让自己呢去集中。你们的一个关键字就是要集中啦。那不要被太多新的一些事物或者呢其他人的一些声音啊影响你的集中啦。那你们上个月呢是一个已经很多冲突的情况了，这个月份呢你们反而要更多的一个集中啦，去思考你现在到底要处理什么事情，然后你接下来呢在这几个月份啊又需要做什么安排，因为我们很快呢就要踏入一个全新的一年啦。所以呢甲木啊就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啦。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到乙木，乙木进入的是比肩还有正印的月份。那乙木啊，基本上它的感觉或者它的一个描述啊，就好像我们刚才提的那3个点啦。那你们可以更进一步去做的一些事情啊，其实呢就是建立起更强的一个关系网，或者呢一个人脉。你可以想象啊，就是在一个海洋里面，当它那些植物啊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呢好像可以互相依偎在一起，互相呢帮助对方呢，不会这么容易的被冲走或者飘走，因为大家好像都是互相牵扯着对方这样子啦。所以呢，你们可以想象的一幕啊，你们这个月份就是要去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啦。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朋友的话，记得多去外面交一点朋友啦。因为毕竟啊，乙木本身呢，有朋友这回事呢，就已经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懂的话，记得看我的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乙木那一个视频啦。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木的日主啊，基本上都不那么喜欢太多的水。乙木呢，更加会受这个壬水啊所影响。导致呢，它更加不能集中，所以呢，他们要做更多让自己扎根、让自己可以稳下来的一些事情。那他们可以用的方式就是通过朋友，通过一个人脉。好，那这是乙木。那第3个呢，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走的是正印还有七煞的月份。那丙火啊，这个月份呢，基本上你会感觉你所有做的事情呢，都是没有什么成效，或者呢，没有什么结果。你会有一种不断的付出，但是呢，没有得到一些很实质的回报，或者实质的成效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本身能量状态啊比较低，或者呢，你现在啊感觉已经很耗能量，很多的内耗，那这个月份呢，你也要更加的留意啦。那我觉得啊，你们可以用的一个对策啊，就是只是专注在去完成事情。你们呢，不要期待有太多的一个当下的回报或者立刻的效果。你们只是专注说我完成了多少事情，但是呢，我不去理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给你回应啊，或者呢，那个观看数是多少啊，还是呢，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呢，是不是有给你什么反馈？那主要呢，你只是去做就是了。那我个人啊觉得，其实丙火呢，他们也蛮习惯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啦，就是呢不断的付出，但是呢没有得到什么的回报，只是这个月份会有更强烈的一个感受。所以呢，你们只要继续的去专注在你要做的事情就可以啦，不用太担心。好，这是丙火。那第4个呢，我们来到丁火。
丁火走的是偏印还有正官的月份，因为我们经历过了10月过后，很多东西呢都开始松动起来，开始有一些改变。那丁火这个月份啊，就是要在这个改变过后，尽快呢找到你应有的一个规律，你应有的一个做事的方式啊，或者系统。因为呢，你只有快速的回到这个有规律的生活或者一个方式里面，你才会有更多的收获或新的见解啦。那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呢也会跟大家一样，很容易呢失去集中力啊，然后感觉比较漂浮一点点。所以呢，你们用的方式啊，就是快速找到你应该要有的一个规律或者系统啦。就好像你每一天呢都去跑步10分钟，或者呢你去健身房做10下的拉伸，这样子。就是一点简单的动作，当然你要自己啊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啦。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简单我可以完成的事情去做的话，时间久了，它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或者一个规律啦。好，这是丁火。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官还有偏财的月份。那戊土啊，这个月份啊是在这众多的日主里面，应该是最稳定的一个，因为呢，他们啊在许多的变动过后，他们呢还是可以维持某一种的安稳啊。不太会受这个月的能量所影响啦，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在这种混乱、在这种混沌的一个状态里面，你的这种稳定的感觉啊，是变得非常的被需要，或者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啦。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尽可能呢去呈现自己的这一个样貌，或者呢去提供别人在这方面的一个感觉。那也不要忘记啊，这个月份是你的偏财的月份，所以呢很有可能啊，你的这种特质，你的这种分享，你的这种可以提供给别人一种安稳的感觉啊，有机会呢帮你带来一些钱财上的回报。如果啊你本身呢是从事某一些身心灵行业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因为你的这种让人安稳的感觉，很大可能呢可以给到别人一种非常需要的帮助啦。在一个比较动荡、比较多变化的时候，那如果你不是这个行业的话，也不用紧啦，你只要呢去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价值，那别人呢也会非常的感激你啦。好，这是戊土。那第6个呢，我们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七煞还有正财的月份。己土呢这个月份好像泥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很多事情啊好像都会混杂在一起，一个大杂烩的情况，会是一个比较麻烦，会比较难处理的一个状态。因为呢你不同的东西啊全部混在一起，可能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需要去解决你的家庭、你的感情，或者你的投资、钱财各方面的事情啦，都很容易呢混在一起，让你感觉啊无从下手。所以呢，你们这个月份的一个关键字啊，就是要懂得优先。什么事情呢是比较重要的，你呢一定要优先处理那个事情。很多时候啊，我们的那些问题啊，我们都是可能解决到一半，我们就被另外一个事情呢干扰，然后又分心去做那件事情，所以导致呢好像两头都不到岸。那你们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那你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你的优先着重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一定呢要先处理那一个，
当他处理完了，你才去下一个事情。所以呢，你们只要记得这个 priority 这个优先的这个关键字就可以了。好，那第7个日主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这个月份走的是正财还有食神的月份。那庚金这个月份就会有很多的 idea， 很多的点子涌现。你们被分心的那个源头呢，就是这些 idea， 你有太多的一些想法，你想做的一些事情你想去实践去落实的一些东西太多了，你被这些你自己的想法所干扰。那所以呢，我要你们做的这个月份就是立刻行动。当你有一个 idea 的时候，你就不要让它停留在那一边，因为如果你停留在那边的时候，你很快呢又会有另外一个点子，另外一个想法出来。那当你全部想法都堆积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好像手上拿着很多东西，但是呢你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或者呢要怎样让它可以更好的安放。所以呢，你们可以做的就是立刻针对这个想法去采取行动。那这个采取行动呢，可以有很多方式啦。你可能呢可以通过写日记去做分享拍视频也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可能就是立刻去做。好像我说我可能要办一个活动，我可能要办一个讲座，好，我就立刻开始安排去做。我暂时呢不去思考，不去让它晾在那一边，我立刻呢就针对它去做研究，然后去让它成真。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无论那个事情是多小都好，你不用紧，你直接就是去做，然后呢先得到一些小的回报，小的成果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从这些小小的成果所累积出来，变成一个大的成果啦。这个月份呢，就是很好去累积这些小的成就或者小的成果的一个月份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这个月份走的是偏财还有伤官的月份。那辛金这个月份呢，是非常非常好去 stand out， 去站起来，去突出你自己的一个价值的时候啦。那你可能呢，在这个混乱的一个阶段里面，大家都比较漫无目的的时候，你呢反而可以成为那一个亮点，让别人看到这个人呢还蛮特别的，他的一些想法，他做的一些事情都蛮特殊的。这个时候就是你们发光发亮的一个时刻啦。但是呢，我要辛金也要留意的是，不要太过度的去扩张自己，因为呢这个月份还是比较流动性的一个月份。那其实对辛金来说他们本身的一个特质呢会比较脆弱一点点。OK， 所以呢，如果他们过度的去推自己，过度的去 push， 有一些人呢也会开始来针对你啦。那如果你本身呢是有一些所谓的敌人或者仇家的话，又或者你之前呢有做过一些比较不那么见得光的事情，不那么可以被公开的事情的话，那你尽可能呢就不要让自己去过度的扩张。因为如果你过度的扩张呢，很有可能有时候会启动到刚才有谈到的那些凶星。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别人呢就会开始来针对你，或者呢来调查你，来挖你的底。那对于一个辛金来说很多时候他们最害怕这种自己的形象受损所以呢，我觉得任何事情呢都取一个比较中庸。不是说我们要低调，要非常的保守，只是呢，我们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度
的去推或者去扩张，我们要的是一种比较平衡的做事方式啦。所以呢，心境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啦。其实这个月份呢，对我们来说是蛮好的，只是呢不要过度的去用它。OK， 好，那第9个呢，我们来到壬水。壬水这个月份走的是伤官还有比肩的月份。那壬水啊，跟我们这个月的能量啊，算是比较同频的。我不是说契合啊，我说同频。所以呢，你们的情况呢，会跟这个月乙亥月啊，还蛮相似的。所以呢，你们有时候呢，会比较漫无目的一点，或者呢，比较失去集中力一点。但是呢，我会更专注的是，你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可能会比较情绪化，或者你们跟别人沟通啊，都会过度的直接。我会觉得在你的生活或者工作方面啊，要多留意自己讲的话啦。那在你说任何话之前啊，可能先让自己缓一个3秒，先思考一个几秒钟，你才说出去。这里呢，不是要大家变得不诚实或者不坦白，反而是用一种比较克制、比较节制的方式，让这个能量啊不会这么的快速。因为如果太多水啊，很多时候呢，它会变得不受控制。那我们不太希望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情况啦，对于水来说。所以呢，自己呢去产生一些克制，让自己呢不会这么的随心所欲的表达，先让自己有一点点的停顿，那对你的生活素质啊，或者对你的工作、事业、朋友、家庭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啦。OK， 大家记得啊，我不是要你们呢不诚实 ，OK， 只是呢让那个诚实啊先缓一缓，不要这么的快。让自己呢先去思考一下，我是应该要讲这个话吗？还是不应该？如果你从事的是一个表演的事业，好像演员啊、歌手啊、内容创作者啊，其实这个月份呢是非常的好，因为呢你会有很多这种演讲或者去表演这种输出的感觉，一种能量，所以呢对这种工作的话就会非常好。但是对其他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会需要先克制一点点，先缓一缓，对你来说会比较好。好，那最后一个日主呢，我们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食神还有劫财的月份。那癸水呢，这个月份啊，就可能会比较可怜一点点。你们的想法、你们的意见这些呢，都可能被其他人所埋没。这个就好像啊，在一个汪洋大海里面，如果你是那么一滴水，在一个海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不是看不到你的 ？OK， 你们呢这个月份啊又特别多一些想法，特别多的一些点子啦。那所以呢，你们要做的是懂自己最好的那个 idea， 最好的一个想法，或者呢你最看重的一个事情，就你要表达，你要创作，你要给人家懂的那个事情是什么？你选一个就好 ，OK？ 那你选好了，当那个时机到的时候，你就表现出来，你就讲出来，就是一个集中的一个方式啦。因为我们不要太多不同的想法，因为可能呢，癸水啊，这个月份这一天呢，看到你的时候，你跟我说 A， 然后隔天呢，你又跟我说 B， 然后第3天呢，你说 C。然后导致呢变得啊，别人会觉得你这个月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好像很捉摸不定，然后别人呢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做的事情啊，或者你相信的一些价值啊，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呢，你们要一个就好，一个想法，一个点子，然后呢，当那个时机来的时候，你就让别人知道，又或者呢，你不断的重复。就是讲
同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好了。那当然了，如果你这个月份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被聆听到的话，也不要太担心了。我们这个月份呢，只是1个月，很快就会过去了。那不然的话，你要写在我的这个视频的下方，让我知道的话，也当然可以，我是会非常的乐意去看你的这个想法是什么的啦。OK， 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乙亥月你们可以制定的一些策略啦，来应对我们这个月份的比较流动性的一个能量。那我希望这个分享呢对大家有所帮助啦。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